齐王！满网全是满皇的大货，丰收了！3年前，这螃蟹药都没人要，没想到，看见没？老根家小子回来了，看那个脸色，怕是又没考上吧？还用问？要是考上了，老陈家早就在院子里放鞭炮了。读书读了这么多年，田里的活干不明白，出去打工又嫌苦，这下好了，高不成低不就，老陈两口子以后有的愁喽。差多少？3分。你明天跟大柱他们去镇上，坐车到广东打工。我不去，考不上就去打工，人总得要吃饭。老根，让孩子再复读1年吧。复读？拿什么复读？你看看这个家都让他拖累成什么样了！他都19了，我们还要养他养到什么时候？我出去走走。你要是敢跑，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爹。难道我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吗？真的一辈子都走不出这里了吗？这是什么东西？陈峰，你蹲沟边干啥？别想不开呀！横行虫，白送都没人要的害虫。你看你长得丑，净干坏事，全村人都嫌弃你，恨不得把你赶尽杀绝。咱们俩还真像啊！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在锅里煮啥玩意儿呢？爹，我在煮吃的。那田沟里的毛蟹，我看挺多肉的，寻思煮了。你这个败家玩意儿！我让你去收拾东西去广东，你倒好，跑去田里抓这些咬秧苗的害虫。这玩意儿村里都没人吃，你居然费着家里的柴火和金贵的盐巴，在这里煮一锅烂泥摔。爹，这东西城里人叫毛蟹，肯定能吃。没人要是因为大家不会弄。我刚才试了，只要煮熟了。闭嘴！吃！你拿嘴吃！你是不是落奖把脑子落坏了？想靠这田沟里的臭虫翻身？你看看这锅里是什么德行！你要是今天能把这口烂泥咽下去，我明天就不让你进厂。小峰啊，娘，你爹他那是急的，家里统共就剩那么点钱了，你又没考上，他怕你以后没活路。这田沟里的东西，肚子里全是烂泥巴，壳上也全是脏东西。你不让它吐泥，不刷干净，直接扔进水里煮，光放盐巴有啥用？娘，你的意思是这东西能做好吃？做吃的东西不能光靠蛮力。明天你爹下地早，你起早点去后院水井边上，把这些横行虫放进大木盆里，倒点清水，滴2滴清油，把肚子里的泥沙先吐干净。明天你把它们吐干净后，拿你爹把旧牙刷把壳上的泥缝都刷出来，去后屋檐下摘几把那野长的紫苏叶子，多拔2块老姜，蒜瓣切碎，再把你爹舍不得喝的那半瓶散装米酒拿出来去腥。这东西泥气重，得用霸道的料才能压得住。你现在多夹我一下，一会儿下了锅，我就多放1把辣椒。生火，下蟹，倒米酒，放紫苏，加盐，添半小水，盖锅盖，焖。起锅。成了。别过来，去，走开啊！去，滚！谢谢啊，你们这村里的狗也太凶了。我们村的狗不咬老实人，专咬鬼鬼祟祟到处乱看的人。你是干啥的？
拿个铁匣子在村里乱转啥？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鬼鬼祟祟？我叫林夕，是城里报社来的实习记者，我在做乡村空心化的专题报道，拍真实的情况而已。倒是你们村连条干净路都没有，院子门口还坑坑洼洼。嫌脏你别来啊，我们这儿就这样。你要拍穷巷回城里交差，去别处拍，我家不欢迎。你在锅里炖了什么？怎么这么香？怎么，城里记者啥山珍海味没吃过，还能被我们这乡下土锅馋到？香就是香，跟城里乡下有什么关系？这是螃蟹，可是看着又不太像我们平时吃的大闸蟹。我们这叫横行虫，田沟里的害虫。前2天村里人还说这东西白送都没人要，鸭子都不吃。刚出锅的，第一城里记者敢不敢尝尝我们这田沟里的害虫？你敢做，我有什么不敢吃的？太够味儿了！如果在城里，喂，嘴硬的家伙，你知不知道，这东西要是拿到县城夜上去卖给那些喝酒的人，能赚多少钱？你把它再往前推一点，对，让外头那点夕阳的光好打在蟹壳上。行了，东西是好东西，但你打算去哪儿卖？镇上的大饭店肯定进不去，他们最怕这种田沟里的野路子影响自家招牌。我不去大饭店，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大饭店里那些端着架子的人吃不惯，也拉不下脸去啃。要卖，就得去最缺滋味、最想吃口热乎饭的地方。走，去国道边上的大棚饭摊儿。小伙子，没看这儿正吃饭呢吗？挑的什么东西往这儿挤？去外面摆，我这是吃饭的地方，别在这儿挡道。各位大哥，跑了1天路，嘴里都快没味儿了吧？我这儿有刚出锅的开胃硬菜，保准你们吃一口就开胃。我当是什么山珍海味，这不是水沟里的小毛蟹吗？这玩意儿全是硬壳，处理不好可不好吃。就是啊，小兄弟，这东西真能做成菜。先别往桌边挤，我们还吃着饭呢。这第一只我请你尝，你尝一口。要是觉得有一点泥腥味，要是觉得这味道不够开胃，我陈峰今天转身就走，不耽误大家吃饭。行，小子，话可是你说的，我今天就替大家尝尝，要是难吃，你可别怪大家不买账。爽！小兄弟，这玩意儿怎么卖？给我来一盆！天天吃回锅肉，嘴里都快没味儿了。这东西解馋太绝了！给我来一份，多加点汤汁。我要蘸大葱吃。再来一份，辣点刚跑完一趟，就想吃口热乎的。别急，老板，给我拿个大号的快餐盒，我带回停车场慢慢吃。别急，排好队，1人1份都有，5毛钱一只，论只卖。你拿3个，1块5，这边5个2块5，零钱放盒子里，找您5毛。没了，真没了，各位大哥，明天我再来。5分钱1斤，收毛蟹了，活的大的全收，当面结账，绝不欠款。哎呦喂，老陈家的疯子这是落榜受刺激，疯得更厉害了。你们看看，花钱买害虫了。那横行虫平时扔在路上都没人踩，他居然要花钱收。峰哥，你这招牌上写的真给钱啊？真给。不过虎子，咱得把话说在前面，小的不要，死的不要，太小没肉，放回沟里。过阵子长大了再抓，连同2斤3两，抹个零头，算2斤半，按价结算，一共对应份额。哥多给你添上点份额。田沟里白抓的还真能换钱，峰哥你等着，我家后沟里那大个的多的是。我的娘哎！我家菜园子后头那条水渠里全都是这玩意儿。老头子，别抽那破烟了，拿水桶拿火钳抓虫子去。火钳，趁着漏处。疯子，快称我的，足有10来斤呢。别挤，我先来的。疯子，你这钱够不够啊？死的会臭，做出来坏味道，别人吃一口以后就再也不买了。死的不要。听好了，小的不要，死的不要，臭的不要。马婶儿，这几只不能要，太小了。哎呦，疯子，这哪小了？他们就是长得显小，其实年纪不小了，可硬着呢。不行就是不行，放回去长长再来。
规矩少了，我这生意就砸了。拿回去先用清水养着土泥。谁拿烂蟹来糊弄我，下回一头都不收。哼，5分钱1斤哟。听说咱们村儿出了个收害虫的陈老板，我一开始还不信，原来是真的啊。陈峰，大学没考上，去外头转了一圈，算盘也打坏了。就这破猛，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我绕着村子倒着走3圈。赵哥，倒着走3圈的事儿我替你记着。不过今天生意忙，没空看你练，要不你改天再走。小子，嘴还听你一句。莲塘村的水沟、鱼塘、路边沟渠，可不是你想收就收的。水里来的几百斤的蟹从哪儿来？谁管的？村里谁说了算？你心里没数？赵老板，村民们自己花力气在野沟里抓的东西，我们花钱买，合理合法。合法？在这莲塘村3分地，我的话就是法。想当老板，先问问这路是不是你能走的？疯子，这赵莽心黑手狠，你今天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又赚了这么显眼的钱，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赵猛，你这是干什么？凭什么封水沟？哼，瞎了你的眼，没看见我在维护村集体财产吗？这水沟是我太爷爷当年带人挖的，里面的水、里面的泥，包括里面的横行虫，都是老赵家的根基。要不然谁他妈也别想下水！太过分了，公共沟渠怎么能私人霸占？陈峰，我们去找人评理。没用的。陈老板来了，怎么样？是带着乡亲们交买路钱呢，还是咱们就在这儿耗着？反正我不急。听说你那口大铁锅一天不开张就得亏不少柴火钱吧？赵猛，这几条烂水沟，你愿意守就慢慢守着。我们去哪儿？去找李瘸子，他手里那10亩烂泥田，我全包了。李叔，你手里那10亩烂泥田，疯子，你落榜受刺激，拿书寻开心是吧？那破地倒贴钱都没人愿意去开荒，你要租？不寻开心，真租。1年120，连租3年，钱我一次性结清给你。你真要？那破地可种不出粮食啊！我不种粮食，我养蟹。地块位置：村东头低洼田10亩，租期3年，租金360元整。租赁期间，土地使用权主陈峰所有，无论产出什么，挖成什么样，原主不得干涉。李叔，按个手印，钱就是你的了。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猛哥，那边都按您的意思办妥了，没人敢说个不字儿。就凭他，租那片烂泥田，简直是自寻死路。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水花。陈峰，你个混小子，你是要把陈家的脸都丢尽吗？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在这烂泥地里折腾，你是想把我气死才甘心吗？那往后，赵家吸的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血，这10亩地就是我的底气。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第2步，我们要沿着这个轮廓埋好防逃网，至少要埋31分深，高出地面51分，不然螃蟹很容易跑掉。有道理。下堂。明天开始，咱们就不去路边摊了。既然活水源头攥在咱们自己手里，咱们就去镇上，会会那些真正能出大花钱的大饭店。
靠山村的夏天说变就变，白天还把人烤了一张油，现在连风都停了。要下暴雨了，看这云层的架势，上游的河水肯定要暴涨。村东头那片10亩的烂泥田，蟹苗才刚下塘不到半个月，新泥堆的田缸根本没压实，一旦山洪倒灌，绝对撑不住半小时。汤！陈峰，拿手电筒。那360块的租金，那几百斤手刷洗的活蟹，在饭摊上低三下岭赚来的第1桶金，我在这泥巴地里抠出来的全部希望，全在那个塘里。绝口了！不能垮，给我堵住！陈峰，没用的，泥太软了，水冲得太快了，快上来！再这样下去，你没命的！我不上，这是我的命。这塘要是垮了，我陈峰就在这泥里淹死。缺口还在变大，老天爷，连这一条活路都不给吗？爹，还愣着干什么？等死啊！你个不要命的小子！光用烂泥怎么堵得住活水？用重物压底，用草帘子裹泥糊面。水里凉，你下来了，你腰上有旧伤，给我闭嘴！我干农活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这沙袋还不够死，底下的水流把它掏空了。去吧，把边上那些野稻草给我拔过来。桩子要断了，挺不住了！别填泥，别他娘的看我填泥！这塘要是保不住，我今天就死在这儿！给我填！挡住了。陈峰！小子，这泥巴坑还真让你给守住了。那场仿佛相当于整个莲塘村撕裂的暴雨，最终还是在黎明前停歇了。陈老根筑起的那道防波堤，虽然看着粗糙丑陋，却像一个铁闸，死死护住了生机。好家伙，这底板多白，壳都泛着青光了。这才大半个月，怎么看着比当初野沟里收上来还要肥？烂泥田里浮游生物多，加上碎我们每天按时投喂剁的螺丝小鱼虾，这又是活水，当然长得快。最关键的，在塘里饿了几天，肚子里的泥沙吐得干干净净，肉绝对比野生的紧实。沈道饭摊这几天每天在催货，现在咱们自己塘里的这批肥蟹终于能顶上了。如果每天出货量翻倍，我们的利润……出货量翻倍，我这双手就得废，得找人。这生意要是想做大，靠我一个人在土灶前抡铁锹一样的铁锅铲，早晚得累死在锅台边上。可是村里人谁愿意来干这种没日没夜的苦力活？而且配方和火候是咱们的命脉，找外人不放心。那不是大柱吗？听说了吗？大柱在南边的流水线上出了事，机器出了故障，手给拧了。大柱哥，疯子，听村里人说你现在不考大学，改在泥巴坑里折腾了。机器夹的，没事儿，少半截还能干活。怎么搞的？厂里没赔钱吗？赔什么？广东那边的厂子大灯一晚上都不熄，流水线跑起来人就不能停，手慢一点，组长就指着鼻子骂。吃饭也赶，睡觉也赶，上个厕所都要掐着秒表，也不是不好，至少每个月能见到现金。可是，就是啥都扣啊，
吃住扣、工服扣，就连我这手夹了，说是赔了一点钱，转头医药费又给扣回去一大半。我在这条线上像个陀螺一样转了一整年，临了。1年下来，除了这半截手指头，就攒了800块钱。800也不少了。村里多少人一年到头在土里刨活，连这800块现钱都摸不到。是啊，不少了。可我以后还能干啥？我废了，疯子！我连拿筷子都夹不稳菜，谁家工地还要我这种残废？我要！你说啥？我说我要你。我现在的蟹塘缺人，后厨缺个洗蟹看火的，去镇上大棚饭摊摆摊也缺个人搭把手。你熟路，力气大，又肯吃苦，要不要留下来帮我？疯子，你别拿我寻开心了，也别可怜我。我这手能干啥？我连个满桶的水都提不起来了。放屁！王大柱，你给我听清楚了，能拿筷子你就能给我洗蟹，能走路你就能给我挑担。缺半截手指头怎么了？你缺的只是半截石头，又不是缺了你那颗大老爷们的胆子。让我想想。想个屁！跟我来！你不是问你这只手能干啥吗？过来。握紧！我握不住，疯子，我不能。你行，拇指和中指死卡住柄，剩下的指头给我抓牢，连这铁疙瘩都握不住，你这辈子就真废了。给我用力！倒辣椒！下蟹！轮铲，翻炒，别让底下的料糊了。好，就这样，火候稳住。大柱哥，从今天起，这口锅我教你了。疯子，啥也不说了，只要你一句话，这口锅我王大柱拿命给你抡圆了。大棚饭摊消化不了这么多货，再这么下去，咱们就得压塘了。螃蟹这东西一旦密度过大，在水里就会互相残杀，到时候损耗不堪设想。咱们得往镇上走，进那些真正有固定客源、消费能力更高的大土菜馆。好，今天咱们就去会会镇上最大的那家聚源楼。干什么的？谁让你们进来的？钱老板，我叫陈峰，莲塘村的，今天来是想给您这儿添一道能压轴的下酒硬菜。我当是什么山珍海味？这不是水沟里专门夹断秧苗的横行虫吗？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这是请客吃饭的大馆子。你弄一堆田沟里的泥巴虫上桌，要是把我这10几年的金字招牌砸了，你赔得起吗？钱老板，您先别急着赶人，这东西只要处理得当，味道绝对是一绝。我们在省道的大棚饭摊已经试过水了，供不应求，而且这毛蟹成本低，我们给您的供货价绝对公道。只要您稍微一加工，这一盘的利润率至少能达到300%以上。利润再高有什么用？账不是这么算的，丫头。这东西壳硬肉少，还藏着一肚子脏泥，万一哪个客人吃坏了肚子，我一天得赔多少钱？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跳出去，别弄脏了我的后厨地板。你他妈干什么？钱老板，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怕砸招牌，我理解，我不跟你要1分钱定金，今天我就借你一个灶台，这毛出，调料我出，甚至火我都自己烧，我就在你的店里免费炒3天，这3天里做出来的香辣蟹你只管往大厅端，客人愿意点你收钱，客人要是不吃，这3天的损耗我陈峰照价全赔。要是真有哪个客人吃我的蟹吃坏了肚子，我陈峰今天就在这儿拿命抵你的招牌。钱老板，口说无凭，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免费试菜3天，一切风险我们承担，利润全归你。您是个精明的生意人，
这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您难道还要把财神爷往外推吗？行，我就给你们一个灶台，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田沟里的烂泥巴能炒出什么花来。接过。椰子酥、干辣椒段、老姜增、蒜末。开火！料酒，紫苏，紫苏。起锅！钱老板，端出去吧。把这盘菜端给3号桌的刘工他们，就说是后厨今天送的下酒新菜。赞！老钱今天大方啊，送的这什么硬菜，这味道绝了！这也太够味了！服务员，再给我来2瓶冰镇啤酒，赶紧的！老板，3号桌吃的那是什么红彤彤的菜？给我也来一份。服务员，我们这桌也要那个红壳子的下脚菜，快点儿！老板，外面封了，10几桌全都在点那个什么紫苏香辣蟹，还有客人说要打包带走。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外面的催单吗？快给陈老板备料洗蟹！陈老板，林小姐，这是这3天香辣蟹的全部利润，1分不少，全在这儿了。钱老板，咱们白纸黑字写的清楚，这3天的利润归你。哎呦，林小姐，您这就是打我老钱的脸了。我老钱有眼不识金镶玉，这钱你们必须拿着。不仅如此，以后你们莲塘村蟹塘里出的极品货，我聚源楼全包了，供货价按你们说的算。钱老板，这3天的钱就当是我给聚源楼交的摊位费，至于以后的供货价，以后每天50斤起送，现金结账，绝不压款。钱老板，明天早上6点，咱们账本前见。陈大凤，陈大凤，要对活蟹，定对活蟹。查清楚了？查清了，魏哥。聚源楼这几天火爆的那道香辣蟹，货源不是从咱们市场走的，是莲塘村一个叫陈峰的毛头小子自己搞了个野蟹塘，自己供货。一天能走多少辆？目前聚源楼一家每天就得50斤打底，加上跟风的，一天少数也有100多斤的吞吐量。而且听说那小子心挺野，准备把整个镇上的大席菜都包下来。你懂什么规矩？去，把那个叫陈峰的请过来喝杯茶，就说我魏小锦想帮他把生意做大。请坐，没什么好茶，2位别嫌弃。魏老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水产市场有水产市场的路，我走的是野塘直供的泥巴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今天找我来，有什么指教？年轻人，火气别这么大，井水不犯河水这话说的太生分了。你现在一天供个100来斤，确实能赚点辛苦钱，但你想过没有？万一哪天你送货的车在半路上翻了，万一蟹塘里生了病，又或者万一哪家饭店吃了你的蟹，突然闹肚子不认账了。魏老板，我们的品控自己会负责，直接说明您的条件吧。痛快，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以后你们莲塘村出来的所有毛蟹，只能送到我这个批发市场来，你们只管在泥坑里养蟹，剩下的风险我魏金水替你们扛。抽多少？流水的30%。流水的30%，这等于把我们所有的利润全部抽干了。魏老板，您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养蟹的饲料、人工、运输加上开荒成本，全是我们自己出，净利润本来就只有40%左右，您张嘴就要流水的30%，等于把我们全部的利润都抽干了，让我们莲塘村几10号人白白给您打长工。小姑娘，账不能光看眼前的蝇头小利，
在这镇上做餐饮买卖，没我魏逢水点头，别说30%利润，你连1分钱都拿不走。这30%是买路钱，也是保你们太太平平的安稳钱。魏老板，我陈峰的饭碗是我自己在泥水里刨出来的，我的路我自己铺，别说30%，就是3分钱我也绝不交。气死我了！通知下去，从明天开始，镇上所有用他陈峰毛蟹的饭店，大到粮油生猪，小到大蒜生姜，1两都不准给他们供。我倒要看看是他的骨头硬，还是饭店老板的命门硬。钱老板，送货了，今天这批蟹个头更大。大柱兄弟，你把货挑回去吧。啥？钱老板，咱不是签了供货协议吗？这可是你昨晚千叮咛万嘱咐要的货啊！协议我毁约，违约金我照赔给你们。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啊！今天早上魏金水的人放了话，只要我敢收你们1只毛蟹，我这聚源楼1粮、猪肉1桶大豆油都别想进。大柱兄弟，我这10几张嘴要吃饭，没猪肉没粮油，我这饭店还怎么开？我惹不起那尊活阎王啊！短短半天，另外3家屠宰馆全部打来了退单电话，宁可赔违约金下架招牌菜，也绝不敢拿命脉跟魏清水作对。压糖了，300斤活蟹撑不过2天就会发烂，倒回去只会互相残杀，进退维谷。这就是魏金水的手段，他不跟你打架，他只掐断你的渠道，他要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养出来的东西死在院子里，让你知道，在这个镇上离开了他，你寸步难行。疯子，要不咱就低个头吧，30%总比全砸在手里强啊！不行，今天交了30%，明天他就能要50%。这口子一开，咱莲塘村世世代代都得给那个姓魏的当长工。饭店的门关了，那是别人的门，他不让饭店收，我就不卖给饭店。他魏金水能管住那些怕事的老板，他还能管住镇上成百上千张想吃饭的嘴吗？陈峰，你的意思是把3轮车推出来，咱们自己支锅，去镇上人最多最吵，他魏清水最管不到的地方，饭馆不敢接的客，我陈峰自己接。就这儿了。疯子，这地方能行吗？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风一吹全是灰，谁愿意站在这儿啃螃蟹呀？大柱哥，咱们现在没有挑地方的资格。魏金水把镇上所有体面饭店的门都给咱们焊死了，咱们要是还端着架子，这300斤活蟹明天就得全臭在院子里。大饭店有大饭店的吃法，野路子有野路子的活法。魏金水以为掐断了渠道就能捏死我，但他忘了这镇上几万口人，不是每个人都去得起聚源楼的。只要味道够硬，就算是蹲在垃圾堆旁边，我也能让他们抢着把碗舔干净。哎，这卖的啥玩意儿？红彤彤的，看着怪瘆人。大妈，这不是水沟里那种专门夹断秧苗的横行虫吗？这几个外村的年轻人想钱想疯了吧？把这烂泥巴里的害虫挑到菜市场来卖，这玩意儿可比石头还硬，里面全是一肚子臭泥，倒贴钱我都嫌脏手。大柱哥，准备好了吗？弄！点火！紫苏，料酒，料酒。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起锅！哎，小伙子，你这菜这味道怎么跟聚源楼前2天卖的招牌一模一样？这位老板好眼力，聚源楼的香辣蟹就是我供的货，现在他们不卖，没关系，我自己把锅支大街上，味道绝对更足，用料绝对更猛，价钱只要1半，先尝后买，不好吃当场砸锅，给我来5斤，拿2袋子装好。
好嘞，5斤香辣蟹马上装好。绝了，比在聚源楼吃的还要带劲儿。小伙子，给我也来1斤，我倒要尝尝这甜沟虫的味儿。我要2斤，多带点底下的红油汤回去拌面条。别急啊，排队，老板给我用这大号饭条装，1块5一斤，不讲价。痛快，这玩意儿配烧酒简直是绝配。以前真是瞎了眼，这么好的东西居然当害虫采，这才是把活路攥在自己手里的滋味。没了，今天真没了。想吃的各位街坊，明天中午原地方，咱们不见不散。尘封300斤货，抛去各种成本调料和摊位费，咱们今天这2个小时的净利润，比按照原价供货给聚源楼那些饭店多出了整整1倍半。魏金水，你以为关上了一扇门，就能把我们憋死？你永远不懂，泥腿子会直接把墙砸个稀巴烂。魏金水不要咱们走他的大路，那咱们就在这菜市场门口，硬生生踩出一条谁也拦不住的野路子。就是这儿，魏老板交代了，里里外外全都给他泼满，那照片、火炉，还有他们平时摆盆的地方，一处都别落下。哼，明天我看他们顶着这股臭气，还怎么卖吃的？有光！糟了，有光！是对面楼上有人，快撤！从聚源楼被断供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魏金水那种恶霸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在菜市场把生意做起来，明面不成，必然来阴的。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冲？还能是谁干的？镇北的魏老板，手段也就只剩下这点见不得光的下三滥了。这也太欺负人了！他们这就是想断了咱们的生路。这地方臭成这样，苍蝇都在打转。一会儿中午饭点，客人谁还愿意往这儿凑？拿水冲。大柱哥，去旁边买2把最硬的竹扫帚，再借2袋绳石灰过来。他泼1桶，咱们就冲10桶。泥巴地里的杂草，只要根还在，点把火照样能烧出一片荒原。这点臭水压不垮咱们的锅。疯子，这味儿还是没去干净。要是客人嫌弃，生火，这世上最能掩盖味道的，就是更猛烈、更霸道的味道。等火一开，什么阴沟里的臭味都得给我老老实实的趴着。太香了，就是这个味儿。昨天没抢到，今天我可是提前半个小时就来蹲着了。
我的肚子疼死我了！大家别吃了，这菜有毒，你们看。大家看清楚了，他们卖的是发臭的死蟹。我就说这种路边摊不干净，赶紧钱！赔钱！今天你们要是不拿出1000块钱的医药费，外加砸了你们这些害人的破锅，我们绝不答应。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各位街坊看清楚了，这只蟹外壳发白，底板毫无油光，最关键的是它的壳里壳外连一丝紫苏的颜色和干辣椒的红油都没有浸透。我尘封的锅里300度的滚油加上猛火爆炒，哪怕是一块石头扔进去，出来也得裹满红油。这只蟹分明是刚从臭泥沟里捞出来的死货，你告诉我，这是从我这口沸腾的油锅里捞出来的？对呀，这只分明没过油啊！这几个人是不是故意来找茬的？你少在这儿狡辩，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没炒熟？反正我大哥是在你这儿吃坏的，你别想赖账。我们赖账。这位大哥，昨晚凌晨2点，你们带着塑料桶来这墙根底下泼臭水的时候，也是这么理直气壮的吗？我刚才一直盯着你们，那只死蟹是你趁大家不注意从布兜里掏出来扔进盆里的，需要我把刚才按快门拍下的底片洗出来拿给大家看看吗？行，你们有种，这笔账魏老板记下了，咱们走着瞧。呸，什么东西，真不要脸！疯子，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那魏金水是镇上的地头蛇，今天泼臭水扔死蟹，明天指不定干出什么更缺德的事儿。你们还是赶紧去镇上报案吧。不用，报案关几天没用，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魏金水既然喜欢玩断人活路的阴招，那咱们就用这街头上的规矩，让他一次把教训吃透。镇上的首富金大发要嫁女儿，在打谷场连摆3天，每天100桌的流水大席，这可是滴着肥油的巨大肥肉，需要的食材是个天文数字。打听清楚了，金大发这100桌流水席采买大权一直没定下来，魏金水那边的人像苍蝇一样围着金老板转，想要一口吞下这3天大席的全部食材供应。听说今天下午魏金水的主事就要带着菜单去跟金大发最后敲定。魏金水把镇上饭店的门封死了，咱们在这出货量终究是有上限的。如果咱们能把香辣蟹端上这100桌大席，全镇的人都能在同一天尝到咱们的手艺。到那时候，就算魏金水有通天的本事，他也捂不住全镇人的嘴。疯子，那可是金老板的流水席啊！魏金水在镇上根深蒂固，咱们这种野路子连金老板的面都见不着。怎么见不得着？不是靠嘴说的，得看咱们手里的货硬不硬。把早上捞上来的精品蟹挑出来，烧猛火，下重料，给我炒一锅最地道的。好，升上！走！金老板，您看这菜单，四喜丸子、红烧肘子、清蒸大鲤鱼，这都是镇上最上档次的硬菜。这包桌的活交给我们魏老板，您放1万个心，绝对给您办得风风光光。风光是风光，但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腻味。这菜单上的东西，平时谁家吃不上？年年大喜老3样，吃到最后全成了剩菜。我要的是能让人吃了一口就忘不掉，能把气氛彻底搞花粥硬菜。你们这菜单太寡淡了。干什么的？没看见金老板在这谈正事，闲杂人等走远点。金老板，听说您的大席缺一道能镇住场子、让人吃得热火朝天的压轴硬菜。我陈峰是个粗人，但我手里这桶东西绝对能让您这100桌大席从头火爆到尾。哦，好大的口气！什么角色敢说能镇住我金大发的100桌大席？金老板，这小子就是个在菜市场门口摆路边摊的，卖的都是臭水沟里的甜沟虫。您别听他瞎吹，这种烂泥巴里的东西怎么能上您的大席？这味道太野了，太烈了，简直像钩子一样勾出了老子胃里的馋虫。这是什么做法？金老板，这叫紫苏香辣蟹，好不好吃您自己尝一口。要是不合口味，我立刻挑着桶走人，绝不废话。
呼，痛快，真痛快，这味道带劲儿。去告诉魏金水，前面的菜按他的菜单上，但这压轴的大菜我定了，就上这道香辣蟹。金老板，这小子就是个散户，您这可是连摆3天，每天100桌的流水席啊！一桌1盘，一天就是100盘，3天下来那是成百上千斤的量。就凭他，别说1000斤，他就是把莲塘村的水沟翻个底朝天，一夜之间也绝对凑不出这么多极品活蟹。小伙子，他说的也是实话。我大席后天中午正式开席，你要想接这个活，明天天亮之前必须给我把1000斤个顶个肥的活蟹送到这儿，差1两，我拿你试问，你能办到吗10亩蟹塘的存货绝对够了。金老板，明天早上6点，1000斤极品活蟹，个头绝对不比您刚才吃的这只小。我陈峰连车带货，准时停在您的后厨门口。1000斤毛蟹，要在今晚几个小时内把10亩蟹塘全过一遍网。起网、挑选、分装，最要命的是，必须一只只清洗干净泥巴。光靠我们3个人，累到吐血也绝对干不完。大柱哥，拿铜锣！各位叔伯婶大娘，我陈峰今天在镇上接下了一个天大的活，镇上首富金老板的100桌流水席，把咱们莲塘村的香辣蟹定成了压轴的大菜。但是1000斤，明天天亮之前，我必须要交出1000斤干净净、个大鲜活的肥蟹。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买卖，魏准身在镇上卡咱们的脖子，不让饭店收咱们的货。今天这一战，咱们要是能漂漂亮亮的把货端上100桌大席，从今往后，咱们莲塘村的螃蟹在这个镇上就彻底立住了招牌，再也没人能欺负咱们。今晚凡是愿意来蟹塘帮忙起网刷蟹的，不论老幼，1斤我按2毛钱的工钱现结，绝不亏待大家。我儿子今天是在外面跟那些镇上的恶霸拼命，他是在给咱们这群一辈子只能在泥地里刨食的泥腿子，硬生生抠一条大路出来。别人卡我们的脖子，难道我们就活该被憋死吗？我陈老根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谁愿意来帮忙，这份情我老陈家记一辈子。不愿意来的回家睡觉，我老陈自己就算刷断这双手，也要把我儿子的车装满。算我一个。没有疯子，我王大柱现在还是个在家里个等死的残废。算我家一个，不就是刷虫子吗？老娘刷了一辈子锅，还怕这个？我也去，我家里还有几个大木盆，我全搬过去。去借探照灯，把各家的手电筒全拿出来。陈峰，王大柱，1、2，拉！这就是最底层的力量，平时斤斤计较，但在大风大浪面前一旦拧成绳，这股力量足以掀翻任何看似不可撼动的霸权。1050斤，1两不少。装枪！相信是没有没了心，路还相陪，盼灵。大柱兄弟，这么晚了还在替别人卖命呢，真是个实在人啊！大柱啊，我可是听说过你的事儿。魏老板，你拦我干什么？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还要赶回去帮疯子干活。哼，疯子叫的可真亲热，在南边出了意外，手指头都没了半截。陈峰看你老实，拿你当不用付大价钱的苦力使唤罢了。你一天到晚闻油烟抡铁铲，他赚了大头，分给你几个子儿。疯子没亏待过我，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操心。让开，我要过去。急什么？
这一大笔钱，这意味着一个庄稼户干上2年都未必能攒下的巨款。这么一大笔钱，现钱，只是见面礼。大柱，你得为自己打算，只要你点个头，这钱你拿走。你想让我干什么？很简单，今晚3点，我的人会拉2筐发臭的死蟹放到仓库后门，你负责接应，把好货换出来。明天开席，我要陈峰的招牌彻底烂碎。行，3点，后门。这就对了嘛，去吧，别让你的好兄弟等急了。魏哥，这小子靠谱吗？哼，一个被穷日子吓破胆的残废，见了这1000块钱，他连亲爹都能卖。去安排死蟹，明天中午我要让陈峰身败名裂。大柱哥，盆买回来了，咱们得抓紧。魏金水这小子把我当要饭的了，他半路把我劫了。他拿着1000块钱，让我今晚3点在后门接应，把咱们1000斤的活蟹全换成臭死蟹。疯子，他以为我好被倒了畜生使唤都没弯过腰，连脊梁骨也一起跟着没了。他拿1000块就想买我卖的兄弟，我呸！在底层摸爬滚打，有些人在泥巴里摔打出来的骨气，是金钱永远买不断的。好哥哥，我陈峰没看错人。大柱哥，魏金水的手段太黑了，这是要在全镇人面前彻底断了我们的活路。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把仓库锁死，今晚谁也别睡，就在这守着。不，防贼是防不住的。魏金水敢送死蟹上门，说明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不接，他明天还会想别的阴招。疯子，你的意思是，他想要局中局，咱们就陪他唱这出大戏。他以为用钱能买通我的人，那我就让他看看，他平时踩在脚底的那些泥腿子是怎么让他付出代价的。林夕，你去找老孙头，立刻去，把明天大白菜和土豆的活双倍价格包给他。今晚3点，让他带菜车停在咱们后巷外，有一份大礼要送给魏金水的酒楼。大柱哥，这钱是魏老板赏的，咱们一分不少的收下。等会儿到了3点，你得受点委屈，装出一副拿钱办事、心虚害怕的贼样子。魏金水肯定在暗处留了眼线盯着咱们，这场戏咱们得演得真真切切的。快，推进去。魏哥，鱼上钩了，大柱那小子把货接进去了，陈峰明天死定了。好，给我盯死前后门，明天中午我要看一出好戏。疯子，这味儿太冲了，这得是死了好几天的烂货。大柱哥，动作快，把咱们提前准备好的那几个装着空蚌壳和烂泥巴的麻袋搬上去，盖上防雨布推出去，给他们交差。疯子，你放心，魏金水那小子平时拿咱们当狗踩，今天这口气，大爷替你一起出。他的聚源大酒楼后厨收货的门路，我闭着眼睛都能摸进去。孙大爷，拜托了。走。天亮了。是啊，天亮了。今天，咱们就让全镇的人看看，到底是谁砸了谁的锅。我再旺点儿，底下的汤汁要收紧了。1号锅起，3号锅准备下料。跑堂的伙计，拿大号青花瓷盘过来装盘。起锅！魏哥，时间差不多了，金大发那边的大席，这会儿估计更好上压轴菜。陈峰现在怕是已站在台上，被人指着鼻子痛骂了。哼，1000斤发臭的死蟹端上桌，这可不是骂几句就能了事的。喜宴被砸了，他不把陈峰的皮扒了才怪。这就是跟我魏金水作对的下场。魏哥英明，大厨昨晚3点准时把咱们那几筐好料放进去了。对了，咱们楼下今天生意怎么样？好极了，1楼大厅接了7、8桌长途货车司机，就图个重口味。后厨正炒老孙头送来的菜呢，我还特意吩咐把今天采购的毛蟹给这几桌大客加上，做成重辣口味，让他们也见识见识咱们酒楼的手艺。去办吧。等金大发那边闹起来，
咱们这儿的生意只会更好。这是什么菜？这味道也太香了，看着像是沟里的毛蟹，可这颜色怎么这么透亮，一点泥腥味都没有。各位亲友，这是我专门请师傅做的新菜，大家都尝尝，看够不够劲儿。好，痛快，这才是大席上该有的硬菜。这肉太紧实了，绝了！没想到比大饭店里的海鲜还要够味儿。服务员，再拿几瓶啤酒来，这菜太费酒了。大家看啊，聚源酒楼坑人了！魏金手平时压咱们的秤，今天终于遭报应了，找他要个公道。小伙子，今天这压轴菜给我挣足了面子，这1000斤的钱1分不少你的。以后镇上办事儿，这香辣蟹必须得上桌。那股最原始、最霸道的紫苏香气，终于在这个镇子上彻底生了根。一场喧嚣落幕，镇北农贸批发市场的天亮了。各位老板，以前这镇上的水产是怎么供货的，我不管。但从今天起，从我陈峰手里出去的货，只讲这3条规矩，咱们长长久久的把这碗饭吃安稳。好相配，你冷雨我才会你真实。疯子回来了！咱们莲塘村的大能人回来了！疯子，你可算是给咱们村争了光了！现在全镇的人都在夸各位叔伯婶大娘，昨天晚上如果不是全村人点着灯熬着夜帮我刷那1000斤活蟹，今天我陈峰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过不去这道坎。但是光说蟹没用，我陈峰今天回村是要带着大家一起把这碗饭端稳了。这上面是我和林夕摸索出来的养蟹土办法，挖塘引水、投喂、防病，写得清清楚楚，一看就懂。这册子今天免费发，符合标准的蟹，我陈峰全部包收，当场过秤现金结算，绝不拖欠大家1分钱。峰哥，我家后头那2亩低洼地能挖塘不？我也要跟着你干。能，只要水通都能挖。哟，这不是咱们村的赵大老板吗？今天怎么有空上打谷场来凑热闹了？赵猛，当初你可说过，要是疯子能靠着虫子赚到钱，你就在村子里倒着走3圈，现在算不算数啊？算数！我赵猛是个爷们儿，说话算数。1、2、3、4。疯子，以前是我混账，我看我那几口鱼塘能跟着你一起养着横行虫不？我保证按规矩办事儿，绝不添乱。赵哥，我说了，咱们莲塘村的这碗饭大家一起端，你的鱼塘水质好，只要你按规矩养，出多少货，我陈峰收多少货。疯子，你放心，以后在莲塘村，谁要是敢坏了你的规矩，我赵猛第一个不答应。儿子嫂子好似重新找回了男人的尊严。从今天起，莲塘村的水彻底活了。